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了，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，请开门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王先生，42岁，来自青岛，私营业主；刘女士，39岁，来自青岛，酒馆老板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感情中最大的问题，我娶的是老婆，不是财务总监。我在外打拼创业，身为老板一点话语权都没有，事事都要向他汇报请示。花钱大手大脚，没有一点规划，天天想方设法把我从公司撵出去。你希望对方怎么改正？生活里别处处抠门算计，只想着省钱。说好的享受生活呢？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要个孩子。认可我的付出和我的价值，别总瞧不起人。没有我，家和公司早就垮了。哎，我就想说这女士哈，这刘总，你刚才看那个小片里自己那个面部表情，你评价一下，可没有你本人好看啊。谢谢。当时确实比较激动啊，因为这一次来节目组也是这样子，他是对我的控诉特别的多。那我今天的话带着计算器，也是要跟他好好的说道。所以你们俩是他要求来的？对，先生想来控诉的。是这样的。要不咱们先让他说说，咱听听。我可以先说一下我们两个怎么认识的啊？行，我们两个是在2013年在烟台认识的。那一年我的这个生日愿望就是想找一个高富帅谈恋爱。后来我就认识了他，10天的时间，然后我们两个就确认恋爱关系了。啊，他追的我，你看把老公乐的。这高富帅当时你也看上他了是吧？一眼就看上了。我们结婚以后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创业。然后呢，在我创业开公司的第一天，他就一直要加入到公司里面去，我呢就一直不同意，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吵了很长时间的架。但实际上呢？实际上最后还是参与了。我为什么要参与进去呢？首先我在没有开酒馆之前，我是一家公司的高管，我觉得我是有能力的，但是他是坚决反对。后来开了公司大概半年的时间，他借网贷发工资，所以这个事情我就进到公司里边去了。他进到公司之后，我的噩梦就开始了，天天拿着计算器追在我屁股后面，给我算成本。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儿，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。正好啊，今天我带计算器了，我给大家算一笔账，为什么我会取消掉这些福利啊？我们公司的抽纸是免费的，2块钱一包，1个月一个人就得用10包，因为不是自己的东西，他就是这么浪费的。12个员工，1个月就是240块钱。240加，还有下午茶呢，下午茶人均20块钱，12个员工22工作日，这就是5280块钱呀。还有我们还有零食呢，员工零食1个周就得50块钱哦，4个周12个人，那就是2400块钱呢。2400加，然后每个月还得搞个团建，12个人就是2400块钱。2400加，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么小的公司，还要请一个保洁来打扫卫生，2000块钱啊。200加等于12320块钱，这是小钱吗？你都给他控制了，我直接全砍掉了。哎，稍等，那入项呢？这是出项，入项的1个月营业额？那个时候其实是不盈利的0。是这样，我做的公司是猎头公司。从创建到联系我们的客户，然后到完成客户的服务，它的周期基本上都是半年左右。这是他控制钱，就帮你节约成本啊。对。那你要花钱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你要投入的时候呢，这钱能要得出来吗？我可以明确的回答，我要不出来。他进了公司之后呢，大概到2年，公司盈利状况其实还不错。那个时候我希望再开创一个新的赚钱的项目，然后他说你休想。我肯定不同意啊，都没有做过市场调研就直接过来跟我要钱，那我肯定不会同意的。然后我像给投资人讲项目一样做了个 PPT， 然后这个方案到他那儿又说你休想，就给我做了一个 PPT， 就想跟我要钱，那不现实，因为没有落地的东西，没有市场考察，没有调研，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虚的。你不是还立了个军令状吗？是，因为这个方案不行。然后这个军令状呢，我确实立了，但是在立之前，我已经被气得
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。所以我们连续吵了好几天架，导致我某一天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收拾衣服塞进包里面，我回娘家了。啊，回哪儿了？我回我妈妈那里住了。然后气的小媳妇儿回娘家了。对，都快掉小珍珠了。哎呦我的天呀！啊，一般不都是气回娘家了，那个把人家气走的那人得去哄啊。回娘家以后有人来哄你接你吗？那我不可能去接他的。你回去了多久啊？回去住了大概3天吧，我就自己写了一个军令状。这个军令状这次我也带来了。我写的关键的内容就是，如果我要做这个新项目的话，我要在3个月之内盈利，否则以后我要什么钱他都不会再给我了。这事儿成了吗？最后？然后我回去之后呢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终于是同意了。哦，而且同意了之后，我确实带着大家伙把这个项目在第3个月的时候做到盈利状态了。那我觉得这个项目成功有我的一半。但是刚才你不是上来介绍你现在是一个酒吧的老板？对，说到这里哈，我觉得真的我应该是被预谋了。在前几年的时候，他美其名曰说要给我开一个小酒馆，要实现我的梦想。你这爱你的表现啊，对。然后什么东西都弄好了，就差付款了，让我付钱。如果我不付钱的话，就有违约金呀。没有办法，我只有开了。哎，不是，先生你别笑，你说说你的初衷是啥？实际上，我跟他刚刚认识的时候，当时他说我的梦想就是想开一个自己的小酒吧。我其实一直记了很多年，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钱，实现不了他这个梦想。前2年我觉得这个梦想可以给他一个答案了，所以我很用心的准备。最后我是想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礼物，呈现给他。惊喜，当时是惊喜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事儿不对劲儿。自从开了这个小酒馆之后，我80%的时间都在小酒馆身上。现在我没有时间管公司的事，所以在年初的时候，他又跟我说要钱，说要做一个 AI 项目，我又不同意，我肯定不同意啊。实际上是你不信任我。刚才说的全都是成功的案例，但是失败的呢，就好像他在前2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美工外包的项目，一开始第1个月挣钱了，过来给我沾沾自喜，很高兴，然后第2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赔钱，最终黄了。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我怎么听你们夫妻2口子上来讲的全是公司的事儿？那听起来你们生活中其实是没有矛盾，过日子没矛盾。也有矛盾，我不太喜欢借钱，他没钱，所有的钱都在我手里，他只有一张信用卡，还是绑定在我的手机上。因为我们2个人是在青岛，我个人呢比较喜欢吃海鲜，所以有一次过节的时候，我买了几只螃蟹，花了几百块钱。买回家之后呢，我其实就是希望解解馋，然后也希望过节的时候家人在一块吃好一点的东西。结果回家之后呢，我挨了一通骂。从此以后，我的零用钱又减少了，我1个月50块钱。在我的这种消费观当中，就是该省省，该花花。那逢年过节这个螃蟹溢价很厉害呀。平时180就能买到的螃蟹，一到过节的时候就200、300、300-400，提前吃不行吗？那为什么一定要过节吃？那个时候的螃蟹很香吗？就那个时候想吃。那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就吃的那种体验。这种体验，我觉得我理解不了。如果他想跟我这样，我就想自由的吃螃蟹了，先离婚是吧？这个东西上升了啊，看不下去了。混到42岁了，吃几百块钱螃蟹的前提就是跟您离婚，是不是？他可以跟他爸妈要钱吃。哎呀，行，咱最后可以吃了，统一可以吃了，统一可以吃，但是不要从我这里出钱吃。哎，先生也还透露了一下，自此之后每个月只有50块钱的零花钱，真的呀？每个月呀？那你一点业余爱好或者自己可以控制的钱都没有？他知道我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，这辈子都没放肆过，想发个脾气都不敢。哎，我问个问题啊，那如果先生比如说他有员工吗？我要请员工吃个饭，这钱怎么办？单独申请吗？对，是要单独申请，但是提前报备一下，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，比如说客户会饭点突然间就来找我，然后我们聊着聊着一块吃中午饭，然后我要付账了，发现坏了，付不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那个时候可能他有事他没接，我只好给我的员工打电话。你没有提前报备啊，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怎么提前报备？哎呀，也是挺尴尬的。这是花钱上，都得受他控制。那要消费呢？所有事情都是我来处理。基本不会有我的参与。
因为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呀。他干啥大手大脚了？几百块钱的螃蟹，那是后来约束他的呀。他以前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，以前的时候只要到他口袋里的钱，他都会花出去的。是这样，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，我认为啊，就是我们要见重要客户的时候，是要开一个差不多的车，所以，我那个时候我就自作主张，花了17、8万吧，买了个2手的品牌车。然后就放在公司，让员工去见客户的时候可以开着去，我自己偶尔也会用，还是被他发现了，因为当时我还有一张信用卡，我现在没有了啊，因为那件事我信用卡被他停掉了，我当时是用信用卡做的分期。小片当中，我记得男生说过一句话，说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要个孩子，这啥意思啊？因为我们在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决定做丁克了，好好的享受生活，但是现在，好像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质量。我赚钱不知道为了什么，这是两码事儿。因为做丁克这个事情，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说好了，这和后来发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。你别跟我说你现在后悔了，想要孩子了啊！我的本意不是说想要孩子，我的本意仍然是告诉他不要这么抠了，就想享受生活是吧？对，我们2个是丁克，养老是个问题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少花一点，而且我的观点是该省省，该花花。不是说完全不花，螃蟹可以吃，只是说节假日不要吃，太贵了。哎，咱家现在攒下钱了吗？攒了，真正觉得够养老钱了吗？够，因为我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够。那我们还有4个父母还要养，哎，我还是觉得你太抠了。各位老师，你们有见过一个50人公司的老板，上班通勤的时候一定要拉个顺风车吗？你当顺风车司机？因为油钱是他出嘛，他得加油嘛，所以顺风车过来，那就是我赚的喽。你是为了赚点零花钱？对。哎，你不憋屈吗？憋屈。想过反抗吗？反抗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这儿没有离婚的选项，所以我只好就是沟通，再沟通。所以才来的。所以我才来。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。刘女士是吧？民法典规定，夫妻之间对于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理权。你猜猜这平等处理权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吃螃蟹不能节假日吃，就是公司的这些经营、投资项目这些只能你说了算，不对。平等处理权是指的这些事儿大家要商量着办。如果我要告诉你，家庭暴力的范围会扩展到精神层面和财务控制，你觉得你能接受吗？但是，在家里是讲爱的，不是讲法的。你既然跟我讲爱，那我问你，刚才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讲了也这么多，让我在哪看到了爱呢？除了看到了钱，我没看到爱。你告诉我，节日不吃螃蟹，什么时候吃？那如果说别的时间也能吃，它跟节日吃的意义一样吗？想过吗？有没有感觉一点，就是他什么事儿都瞒着你，都不跟你说？对，就跟管小孩一样，你越控制他，越吓唬他，他越不敢跟你说。你就不能想想他为什么不跟你说这些实话吗？你是他最亲近的人了。是钱是钱，干什么用的？生活是平凡，平凡就应该什么味道都没有吗？你们2个人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他能记着你在闲时的跟他说的那一句话，说我有一个开酒吧的梦想。在一个男人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他把这个信念种在了自己的心里，然后说我要努力，我要有一天把这个酒吧端在他的面前。然后呢，你的反馈是什么？我感觉他在拴我。您现在是女老板，您知道2个字要经营，对吧？好，婚姻感情需要经营吗？你经营了吗？自己想。就到这里。谢谢侯律。
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师的观众朋友呢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啊。我们去关注天津离婚律师侯元轩、唐鑫律师的抖音号，您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呢，都可以前去咨询。这个先生，刚才侯律师说的时候，我看您也是流泪了哈，是什么让你共情到落泪呢？就是我爱他。你刚才也说了，与其这样，不如要个孩子。我能强调一下这个问题，你今天来42岁了哈，一个70男儿，你是不是冲着想要孩子来的？确实不是的，是因为我只是在两者当中选一个可以让我花钱的理由。所以，我只是在提醒他，我们还是要过好我们的生活。那如果说他还是保持这种财务管理，这种不自由，你是一定要这个孩子吗？不会。所以你就没有一个底线和制约他的标准，行吧？就无论怎样，他怎么欺负你，你都不会离婚；你怎么压抑，怎么觉得是深渊，你都不会离婚；要不要孩子，也都不会离婚。是的，懂了。过得这么卑微，这么难受，你又不选择离婚，我真不明白这位男士，你是怎么？这么替男生说话，真的是哎呦天哪！老王，你有乐趣吗？我知道你为什么想要一孩子，因为我在这判断，你哪个角色都没什么乐趣。你说你做老板，还得跟客户吃饭，让员工来结账，所有员工看在眼里，这老板是有多不幸福。买个车得买一辆2手车，然后还导致信用卡被老婆没收。你刚才说最近几年找不着赚钱动机了是吧？因为赚了钱也不是你的，然后你做丈夫的乐趣在哪儿？几百块钱的螃蟹也得看着时辰吃。你告诉我，你生活里有什么乐趣吗？应该是没有吧。哎，刘女士，你告诉我，你丈夫幸福吗？在没来之前，我认为他是幸福的。现在你觉得他幸福吗？要打个问号。你问问他，别在这儿打问号，你问问他，你幸福吗？你娶我幸福吗？幸福。别，娶你的幸福是13年前，我问的是此时此刻过得幸福吗？此时此刻，你问问他幸不幸福？你现在过得幸福吗？不够快乐。跟你在一块儿过日子，他不快乐。他上次幸福是13年前娶你的时候，你们连情感内容带来快乐都没有啊！但是我坚定地认为你们俩应该继续过一块儿。为什么？我不管是谁先这么与众不同的，当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把另外一个普通人也用13年把它变成另一种与众不同，俩极端的时候，这俩就是绝配。我觉得你如果没有他的话，你这个公司早就黄了。我没听说过哪个初创公司还没业务收入呢，然后就把什么各种员工福利整得这么好。如果没有他，你现在都站不到这里。他都是阳谋，你却在用阴谋。我不管是那个给他开的酒吧，把他的注意力、精力全都转移出去，还是说你现在想要孩子这件事情，都不得不让我怀疑你真实的目的在哪里。如果一个人从里到外就这么坦诚的跟你去说，没有任何的防备心，却另外一个人啊，却说呀，你去干那个吧，你去干这个吧，然后结果呢阴奉阳违的，你说谁更可怕？好，两位肯定没人要离婚，那我们做一个设定吧。先生今天有什么诉求吗？开放一点预算，稍微大方一点就好了。好，说个数。800吧。
哎呦，也行，10来倍的翻了哈。这是个人生活800啊，公司财务，要不要自由度？我在帮你争取呢，多少？费用金的20%吧。如果你同意，你就出来；如果你觉得老师说了很多，或者你经过思考认为我不要这样的生活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出来。来，请回到各自门后。登录微信，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更有机会连麦互动。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，可以通过登录微信，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，添加关注来和我们取得联系。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，小心上当受骗。那么刚才做的这个小小的前置的要求哈，能不能达成一致呢？我们来看看2位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哎呀，你是笑起来很美啊？为啥？综合了一下几位老师的话，可以长，少长点儿。我就想说，哥们儿，从出门到现在，你都没碰他，你还敢碰他吗？拉上手，哎呦，听得懂吗？拉手。好，行嘞，我觉得我我给你帮们忙钱上的事儿不再说了，我希望你们更多的是谈谈情，给你们一点点时间，在现场表达下你们之间的情感。我很爱你，但是不知道过去的13年，可能控制的太严格，以后我会稍微松松手，然后稍微有一点让你有点自由。今天我们俩来这儿，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白来，因为平常我在感情上不善言辞，我今天特别谢谢各位老师，能把我内心当中很多话都说出来了，我相信对我们以后都是有莫大的帮助的。哎呦，哎呀，抱会儿，别着急走，抱会儿，多抱一会儿啊！不说话，好好抱一下。好啦，亮灯吧！愿你们的爱可以抵过生活的千难万险，永远都拥有这种爱的感觉。祝福你们吧！再见。谢谢老师，拜拜。谢谢老师。有爱还是好，是吧？都可以协调。看看下一对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吧，请开门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小赵，22岁，来自山东，学生；小刘，23岁，来自山东，主播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感情中最大的问题，他总是精神控制我，还人前人后两副面孔。他就是个渣男，天天在外面沾花惹草。他总是用极端手段威胁我，我现在想分手分不掉。为什么要分手？我自己的男人我自己修理，为什么要拱手让给别人呀？你希望对方怎么改正？要么少管我，要么好聚好散。好好反思下自己，别总把问题推到我身上。男生是想分手哈？对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和他分手的。原因是啥呢？就是在恋爱期间吧，只要我不听他的话，他就打我、骂我、威胁我。真的，姑娘，真的你这比他矮那么多，还能打得过吗？打不过，但也可以打，因为我觉得我有办法。这打人不对吧？这个肯定不行啊！这家庭暴力不光是指的家庭成员之间，只要是共同居住、共同生活在一起，都算家庭暴力。小心啊！所以你们俩要打厉害了，这可是要触犯法律的。来说说具体的事儿吧。哎，我是想分手分不掉啊，他一直缠着我。你凭什么说分手啊？你有资格说吗？可这是我想要的吗？啊，你跟当初一点都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了呀？当初他特别温柔乖巧，可是后来呢，慢慢变得暴怒狂躁，情绪特别不稳定。举一个他这个暴怒狂躁的这个例子。就比如上次吧，我跟我朋友出去喝酒，一个劲儿的给我打电话，他这么一直打，影响我们的氛围啊，所以后来我就把他拉黑了。那你就给我玩失踪玩失联是吗？本来他喝了酒找不着家，每次都要打电话给我，这次给我拉黑了，我根本就联系不到他呀。然后发生了啥呀？然后他还立马跑到酒吧来抓我，当着我朋友面掐我，
今天我没系扣，我就是为了让你们看看我这2个胳膊的伤。我看看啊，这是让你真的刻骨铭心的痛啊！我看看，哎呦天哪！哎呀妈，真是留疤这么多哇，一手啊！我的天，你下那么重手啊？那他自己他也不改呀，每次都是喝了酒然后找事儿。啊，来，这问一下律师，这个咱们怎么去评估轻和重呢？在家暴当中，家暴没有轻和重这么一说。什么是家庭暴力很重要？打是，骂是不是？也是。冷暴力是不是？也是。精神控制 PUA， 甚至说在财务上的一些严格的管控，啊，这些都属于家庭暴力。所以你这个肯定是算的了啊！再次敲响警钟啊！然后还有，他对我这样，然后他对我朋友就哭哭啼啼的，说什么管不了我，还要让他们看着点我。你说这样以后，他们谁以后还敢跟我出去玩呢？那你出去玩带上他不得了吗？带着他闹事儿啊？不是，哎，小伙子，你不是一大学生吗？你不用读书吗？天天喝大酒。他大3了，课比较少，你还替他说话。可是我出去玩也没问题吧？我不是你妈，我没法说。哎，反正听着就净喝酒了哈。然后他不仅和他那些朋友鬼混是吧？他还和一些异性暧昧不清。上次他跟我出去吃饭，然后我们在地铁上嘛，他就开始拍照打卡。到了那个饭店里面，也开始给饭拍照了。只要男生出这种行为，肯定是有鬼，对吧？分享给别的女生。对，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。啊，那天晚上他睡着之后，我直接打开手机一看。全是给他那前女友发的，我就感觉你从来不跟我说这些，你跟他倒是说了。那我也没跟他聊什么过分的事儿吧？那你发这是要干啥？交流而已啊。前女友交流？那这不是之前碰到了吗？前女友是不是对你还有意思呀？他前女友跟他还有这种没有了的情缘吗？他也不跟我说呀。然后那怎么惩罚吧？他这人又特极端，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，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。然后下面就好多人骂说渣男。对，就这个样，我就要引起舆论。哎，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事儿，后来还是我朋友跟我说的。我就是要让他那些同学呀、朋友都知道他是什么一个人，在他学校里他避而远之罢了。不是，我问一下，他前女友给他回话了吗？回呀。哎，我这还得问一下律师，就把自己男朋友和别人的聊天就公诸于众，这有侵权的意思吗？这不是侵犯人隐私权吗？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法律叫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吗？你知道这件事儿还关联着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吗？这是要受到行政处罚的。就是不能是你觉得你男朋友做了你认为很渣的事儿，你去报复他的方法是触及法律界限的，这个是千万在爱情当中、恋爱当中，这是最底线的底线了，是吧？他当时一直没意识到这个严重性。嘿，你先说你别和前女友暧昧不清啊！你们俩我都服了。当时他跟我说了，他要改，半天没改呀，屡教不改。然后他呢，不仅这样了，现在又开始跟女生一起打游戏了。那不是你冤枉我吗？就那次吧，我跟我朋友在家打游戏呢。然后我这个朋友吧叫了一个女生，这个女生吧我不认识，然后我全程也没跟她讲话。可巧就巧在，哎，她下班回来的时候正好听到这个女生讲话了，二话不说呀，一把我手机夺走了，摔得稀碎，摔门就出去了。我是跟她后面一边解释一边道歉呢，结果她还不理我，还反手打我。当时他一直求我说能不能谅解一下他，回来之后他还是不改，是不跟女生打游戏了，又换成了给女主播刷礼物了。本来我上班他上学手头就紧，现在紧上加紧。那咋了？这是我自己钱吧？这男生一副我就这样，你要咋分手呀？分手呀！你倒是和我分手呀！我就这样。最主要的是他还打我，他打你了这回？对，我打他，谁打谁呀？你不清楚吗？啊！当时他打了我一晚上，我最后受不了了，我推了他一下，然后他就说我打他。我求你们俩，要不咱分手吧？你们俩怎么天天听不就是打呀？要么侵犯隐私啊？是吧？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。你看他就这样，他其实说我就这样想分手。哎，那你咋还不分手呀，姑娘？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和他挺好的，对我也很好。之前刚开始的时候吧，我们俩一起租房子，无论多高多远，还有多晚，他都会来接我，并且住在9楼嘛，他也就把我一起扛上去。我感觉他对我也很好的，后来慢慢就变了。哎，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俩谈恋爱吗？我爸妈知道，我爸妈不知道。你妈知道你总被揍吗？知道，她也支持啊。那你真是欠揍！哎呀，我愁死了。你妈怎么说的？关于你们的爱情？
他就是个双面派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妈妈面前，他就是个小天使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还真采访了男生的妈妈，听一下啊，来。哎，阿姨您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您对他们两个的感情怎么看呀？他们两个最近在闹分手，这个事儿您知道吗？这个事儿我知道，我也知道他俩最近老就是为一些事儿闹别扭。我内心真的不希望他俩分手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刘这孩子吧，又懂事又会拿捏分寸的。我儿子真的从小谁都管不住他，只有小刘反正能治他。而且人家小刘吧，也不是蛮不讲理的孩子，也不会说拿着鸡毛去当令箭。我是觉得我儿子真的有好多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我想去就是说他。希望这个小刘能多多的包容包容。但是现在是您儿子在闹分手啊？你说他还想就是要什么分手？小刘多好的孩子，他要敢分手的话，我跟你讲哈，我没有这个儿子。听见了吧？连我妈都沦陷了。哎，我听起来是你妈觉得你长大了更管不了你，打不动你了。哎，不是，交给下一任继续掌棒。现在他们俩一伙儿，我腹背受敌，多可怕呀！哪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呀？这世界上除了我和你妈爱你，还有谁最爱你呢？你不听我俩的，你想听谁的呀？哎，姑娘啊，他有爱你的地儿吗？有，一开始确实非常爱我。你说现在？现在的话，我觉得也爱我呀，只不过可能方式变了吧。但我就是喜欢他。我爱吗？你不爱他了？你刚才这反问意思就是我不爱你。我是来分手的。啊，那肯定是因为不爱了哈。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故意在整我，你知道吗？自从得到我妈支持以后，您猜怎么着？我妈把我生活费全部交给她来保管了，我出门1分钱没有啊！哎，我就连买瓶矿泉水我都要经过她同意啊！你就走了就得了呗，怎么还来我们这儿分手了？您不知道他多极端吗？他用了什么？他知道我学校，知道我家，知道我任何事儿。他闹过吗？对，他要么就去我家闹，要么去我学校闹。闹过吗？我跟他说分手，他跑我宿舍楼下。就喊我名字，你知道吗？那次我让他给我煮碗泡面吃，这不过分吧？哎，结果他怎么着？他把我臭袜子在泡面底下一块煮给我吃了，多恶心呢！当时我跟他说了，我说我下班晚回来之后，你能不能打扫下卫生？我推门一看，不仅没打扫，反而更乱了。我就纳闷了，这个袜子怎么就能放在灶台旁边呢？谁安排的呀？正好我心生一计。哎，姑娘，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愿意分开吗？我就是不想分，我就是喜欢他。那他如果就是一直这样变下去，只能越来越不好，你怎么办？那我想和他在一起，只要他愿意，我就愿意。那他要不愿意呢？他不愿意，我就跟着他。马上要毕业了，那工作有安排吗？不光我们性格不合适啊，我们这个未来也有分歧啊。你说说。他是当主播的，他有主播梦啊，以后想去杭州发展。而我呢，我在山东，我爸妈可以给我安排很好的工作。那就让他去呗。但是他妈妈说过了，如果说我去南方的话，也可以让他跟我去南方，没问题。如果他想留在山东的话，他妈妈也说他在山东，我也给我安排一份工作在山东，也都可以。反正你就是要跟着。对，我就想跟他在一起。您别这样行吗？您不是有主播梦吗？南方可是资源很好啊，你为啥因为我留山东呢？但是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呢，这有什么过错吗？没事儿，我不跟你分手，没事儿。你去吧，你就去吧，行吗？那你为啥把我拉黑呢？你能和我好好说吗？不跟我商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拉黑你，你就找我导员吗？那次我拉黑他之后，他立马找我导员，然后我导员给我打电话一通臭骂呀。我感觉我在我导员眼里是个很好的小伙子。所以你看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你们从最初彼此喜欢走在一起，到今天就变成男生一个劲儿的想跑，女生一个劲儿的不同意。那这种感情有必要继续吗？小刘哈，你记着一句话，这爱情像沙，它攥得越紧，它流得越快。你现在要考虑的一个问题，不是放过他，是放过你自己。小赵是吧？就是你想象中的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？那就是彼此有彼此的空间吗？啊，第一个是空间是吧？对，还有相互尊重嘛。尊重啊。还有呢？我觉得这2点就足够了。你至少得快乐是吧？对。你现在快乐吗？我现在压力很大，我现在整个人都是崩溃的状态。我是来求你们劝劝他行吗？让他跟我分手。但是我就是不想分。你听我说，民法典时代，
有分不了的手吗？你自问一句，你在这段感情里，你认为你做的那些事儿出不出格？出格。出格了。那你出格，自然会给人带来不快乐。在他心里，这些东西不可逆了，没有爱了，这是关键。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肆无忌惮？你给他的筹码，你给他的自信，你知道他现在心里想什么了吗？他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要开启一份新的恋情。我这么说，你信吗？如果现在不放过你自己，接下来你会受到更大的伤害。谢谢侯律。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师的观众朋友呢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啊。我们去关注天津离婚律师侯元轩、唐鑫律师的抖音号，您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呢，都可以前去咨询。为什么他母亲喜欢你？我光看你的外形，我也很喜欢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你挺甜美的。我真的想象不到，你私底下是那样一种癫。你挺漂亮的，你人格有点危险，这真的，你放过他吧。我都觉得姑娘不是说放过这男孩吧，你放过你自己吧。对，放过自己吧。你都不是说对男生造成了危险，我觉得你自己好危险啊！你哪天真的这种肆无忌惮的发泄你的愤怒，那他是这种嘻嘻哈哈的，或者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我顶多挡一下。你要遇上别的男的，一个耳光上去，你耳膜就穿孔了。他是还算能控制自己情绪，他真跟你动手还手的话，你在众人面前不给他面子，你掐他打他耳光的时候，他还手给你个耳光，你就可能受到更严重的伤害，你们的生活就彻底跌入深渊了。咱先不说男生其他的问题啊，从这一点上他没有还手，我觉得还是明智的哈，否则酿成大祸了。你把自己身处在这么危险的境地，你在考验人性吗？男生，你相比他来讲，你还稍微好一点儿。你反正玩世不恭，嘻嘻哈哈，你挺自洽的，但是你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会毁了你自己。他如今这样，一方面他性格个性有问题，一方面是你把他逼成这样。如果你不喜欢他，你就从一开始就告诉他，大4了，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，别瞎玩瞎混了，做一个好男儿才值得被爱。谢谢。小刘，我问一下，他现在22岁。大3没什么钱，反正妈妈给嘛，没事就出去跟朋友们喝醉。他将来走上社会，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交以后，他1个月会醉多久？你告诉我。可能天天吧。然后你怎么办？我就觉得我能管他。不是，他你确定现在你管住了吗？我现在真的管不了了，但是我就是想。为啥会变成这样呢？不是我想的那个样了。你为什么非得管他？他当时跟我谈的时候也特别的好。因为你的人生很无聊。我感觉我的人生只有他了。是的，除了他之外没正事儿。这谁能拦着你？我人生就一件正事儿，就是要管身边这个连妈妈都放弃了不想管的这男孩了。你想象过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男孩他不用管，他会在芙蓉树下给你念情诗？你想象过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一个人对爱情的追求跟眼界相关。如果你没见过，你身边的人都没见过，那有些爱情你想都想不到。那身边这个起码打他那么多次他不还手，这个就是最好的。这一点小赵不错，被打成这样居然没还手，你还手都叫正当防卫，浑身都是伤口。
这就是你们的爱情，这就是你们这一生很美好的回忆之一，就是这些嘛。如果你们可以，我尊重，我真尊重，每个人可以给自己的人生画一个底线。如果你们觉得这就是你们的爱情了，我尊重。小刘，你觉得这就是你的爱情？就是一个管不住的非得管，明知道没钱都这样，有钱了怎么着都不好说的一个人，摆明了当着所有人的人，他用示众的方式说他不爱你，你还要卑微的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去哀求吗？小赵在现场，你一直带着那种很高调的笑容，我能联想到那2句话。我妈妈给我在山东找过工作，我毕业了以后，每个人成长的氛围不一样。你现在呢，就是很轻松，好好享受这个轻松。希望今天我帮到你，谢谢你。注意，他又一次示众，跟你分手对他来说是一个多么愉快的经历。你再重复一遍，谢谢。我希望今天我帮到你了。哎，你看我入戏快，我立刻就重复一遍，你也 repeat 来。我希望今天我帮到你了。我太谢谢您了。我讲完了。姑娘手段挺狠，但是目标非常准。男生，你有什么资格喊冤呢？如果他是一个温柔贤惠的，我告诉你，早被你吃干抹净，然后甩掉了。你的母亲啊，是看人最准的。你母亲知道谁对你是最好的，你只知道谁能让我爽。他不给你把那个袜子泡面让你尝尝脏的滋味吗？但是你拿他的感情泡面让他吃了这么多年的垃圾。他的这种所谓的控制，所谓的极端，不都是被你逼的吗？那是针对你的一个战术啊，你就缺这个。反而我觉得他现在有点行侠仗义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有这个女生在，你霍霍不了其他好姑娘，你就该被人治。好，2位请回到门后啊。最好都别出来了，请回。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，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，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，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更有机会连麦互动。那看看这对年轻人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？请开门。最好就都走了哈。哎呀，这个结果还是挺宽慰的哈。希望今天2位的离开啊，是未来健康、快乐这个生活的开始啊。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。在离婚协议的过程当中，对方因为财产分割的问题，多次在冷静期反悔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我们今天就教您个小妙招。那就是在签订离婚协议之前，您需要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，把你们离婚协议当中就财产分割的问题怎么商量的这个方案，通过婚内财产协议给固定下来。如果对方在婚姻冷静期当中反悔了，那么您可以直接拿着婚内财产协议去到法院诉讼离婚。如果这个协议不知道怎么写，可以联系我们。感谢老师们的分享和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